周阳啊，我这人说话直，你也别介意。哦，没事没事，四叔，你有什么直说。这母鸡司晨，它不是吉兆啊。这东院没了人，你做了大当家的，那是被逼无奈，我也不说什么。但是，你要把我们中院经营了几十年的作坊，也交给你，这恐怕使不得。今天最开心的就这几个孩子啊！啊，我们到了，告辞了。四叔，四婶，走好。哎，好，老四啊，再见啊！二哥，告辞了。哎，路上小心啊！哎，周英啊，今天的戏喜欢吗？喜欢。我觉得挺有意思。二叔啊，你做了这么多年的布庄生意，你觉得我今天的提议有道理吗？你说的这些，说实话，我还真没想过。但听你说完之后，我也想了，觉得挺有道理。啊，既然二叔认可，能不能帮我劝劝四叔啊？老四这个人啊，比谁都犟。大哥在的时候啊，还能劝他两句。我觉得我没这个本事。那如果四叔一定不加入，就我们两家，你干吗？周英啊，大哥走了之后，这东院就靠你一个人撑着，起色也不错。昨天我跟你二婶还说呢，你呀，的确是个有才干的人，这东院只怕还会往上走啊。谢谢二叔认可啊。但你的才干究竟能走到哪儿，我这心里也没底。这样吧，如果你能说服老四，那我就跟你合股成立武士布业。如果中院不参加，那我们西院也不加入。你看这样行吗？行。你刚才就不应该那么快拒绝周玲。怎么了？你看看刚才人家给那娃几个赏钱，一出手就是100两，比大哥当年可阔气多了。有钱又怎么了？啊？哎呦，你想啊，这么短的时间，人家就挣了大钱了，这说明啥呀？说明人家有本事。咱要和人家一起干，咱说不定也能挣上大钱呢。你呀，头发长见识短。哎，你这老子，这咋叫头长见识短呢？什么事儿啊？无量寿府，请问北极宫怎么走啊？北极宫啊，哎，从这儿往南3里。哦，这边，多谢。哦，无量寿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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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站住！大人，问路就问路呗，你这挤眉弄眼是啥意思？我吓着你了。不是，对不住啊！恕贫道修炼不够，对不住。大长，你到底想说啥呀？我这不能说。不行，大长，今天你必须说，你必须说啊！这无量寿府
那我就只能跟他说了。哎呀，先生，哎呀，贫道，只能说了，贫道劝你回家去。从今往后，能不出门就不要出门了。为啥呀？天机可知不可泄，恕贫道不能再多说一句了。哎呀，不良寿福，哎呦，不良寿福，不良寿福。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故弄玄虚，故弄玄虚。哎呀！中什么邪了？让不让人走路了？这个，真倒霉！嗯？现在离第3寸的地方，拦上一根鱼线，他走过来一绊，哎，就是个狗吃屎。在他晕头转向的时候，把鱼线一抽，哎，他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一点痕迹都落不下来。他得起来呀，腿脚不利索，他得扶墙吧。哎，我在地上设一个机关，只要踩上去，那鸟窝就掉下来了。砸个正着，他一点都没怀疑，是有人在捉弄他。你爹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啊，从来没失过手。那后来呢？后来他就直奔北极宫，找你曾三叔去了。不过，按照你的吩咐，曾三叔没露面。爹，你告诉曾三叔，过了今晚他就可以露面了。哎。不信了，这个。咋样？邪了！咋了？我一连打了3卦，卦卦都是凶卦呀。这也不能全信吧？今天我遇到了一位高人。他说啥了？快去看看！哪儿来人叫声啊？这是！哎，咱们家也没养猫啊，这哪来的猫啊？啊，不知道，夫人。哎呀，坏了坏了！咋了？猪来穷，狗来富，猫来了，带小布。哎呀，老爷，你可别吓我啊！带小布。常是人间笑哈哈，周游四海你为啥？苦中受尽求正道，不染人间
桃李花。道长，哦，是你？我已经在这儿整整等了你2天了。哦，哎，你知道了？哎，你看这个，哎呦，这都是上次跟你见完面以后发生的。我早就料到了。你说这邪不邪啊？昨天晚上我一连挂了3卦，这卦卦都是凶卦。这还有更邪神的，昨天晚上一群野猫突然闯到我们家，啊！您给我说说，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？这邪神这么厉害？什么邪神？哎呀，我这……招了什么邪神啊？哎呀，道长，道长，你可千万不能见我！哎呀，行了，哎呀，你说我这不是多嘴吗？这找麻烦，哪是麻烦呐？救人一命，您这是无量功德。无量寿福。来，这边，邪神缠身最是麻烦，可是要是能找到比这邪神更邪的东西，与之结交，不仅能镇住邪神，而且财运大开呀！哎，那你说说，还有什么比这邪神更邪的东西呢？那当然是扫把星了。我上哪儿找这扫把星去？算了，我再跟你说说。青上有蓝，蓝下有青，青出于蓝，而胜于蓝。唐诗人间笑，青出于蓝。周莹啊，你现在是越来……哟，老爷啊，你去哪儿了？周莹来了，都等你半天了。四叔，我今儿来是想再跟你谈谈我们3院合股的事情。没什么可谈的，这个股我坚决不入啊。那你可就错过一个发财的机会了。聘臣敌辱，人以为义；一轮败俗，其祸犹助。哎，我听说，当初吴聘的爷爷分家时，东西南中4院是同时起的步，可现在，中院却落到了最后，没别的原因，就因为四叔迷信，所以错失了很多发财的机会。周莹，你这可是胡说八道啊！我们东院推倒重来，这日子都比你们中院松快，真是可怜四婶儿，跟了你过了一辈子，你看看她现在穿的，怎么了？她穿怎么了？如果当初大哥听我的话，把你这个扫把星赶出东院，东院也不会被重新推倒。说啥呢？说啥呢？行，会邪神不说了啊，跟你也说不清。春杏，我们走。外面风大，披上再出去。青上有蓝，蓝下有青。陈等等，我们中院同意入股。周莹啊，从今天起，这11堂大印就归你掌管。希望你能兢兢业业，不辜负我们3院合股的初衷。拿着。二叔，四叔，你们放心，我们吴家一定会蒸蒸日上，一天比一天更好。好。来，二位爷，请慢用。
曾山说：“哎，周莹让我把这个给你。”哎呦，侄女的事就是我的事，哪还能收钱呀？对，侄女孝敬你，你就拿着。再说了，你这就要去关外了，身上没银子哪行啊？那既然这么说，那我就收下了。来，收下。这回去关外好好玩，不玩个3年5载，别回来。这要在关外娶了媳妇儿，我就不回来了。来。好，太好了！来，哎呀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里边请，谢谢啊，里边请。哎，周莹啊，你的意思是说，还要再招30个职工啊？是。明年一开春，客商就要来了，我们必须抢在他们到金阳之前，把所有的货给备足。那还需要2000多两银子呢呀。啊，账上倒还是有。周英啊，这笔钱如果花出去，咱们的现银可就紧张了。哎，紧是紧了点儿，但还能周转。要不这样，就目前手上的支户，能值多少，咱就卖多少。你看呢？这不又回到从前了？这样风险会小了许多。但小打小闹，既占不了市场，也做不出名气啊。周英啊，这事儿你得听我的，小心驶得万年船啊！我倒是觉得，既然大伙都看好这事儿，那就别犹豫，竭尽全力，一炮打响。啊，对，他说的对，听周莹的。哎呀，对什么呀？老四，我说听周莹的没错啊，他说的完全对。周莹，我现在就去招人去啊，耽误不得啊！辛苦四叔，辛苦。哎，周英啊，你对老四是不是施了什么邪术啊？哦，没有。那他对你的态度怎么突然大变呢？可能是四叔他自己想通了吧。想通了。哎呦，少奶奶，春杏儿，你猜猜谁来了？姨妹妹，嫂子，我做了你最喜欢吃的菜。姨小姐来送菜，正好赶上我出门，听说我要跟你来送饭呀，她就跟着我一起来了。哎，姨小姐，这地方不是你这种千金小姐能来的。嫂子能来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是不是嫂子？快给我看看做了什么好吃的。是葫芦鸡。你不是说你喜欢吗？啊，我喜欢，也是你吴平哥哥最喜欢的。春杏儿，一会儿切几块鸡，我们去墓地看看少爷，再给少爷泡一杯好茶。好，知道了。对了，少奶奶，说到泡茶，我想起来了，少爷之前最喜欢的那个盏，你是在哪儿找着的？少爷去世之后，我找了好久都没找着。那个盏，哎，我爹在哪儿啊？你出门没多久，四叔就出去了。姨妹妹，我有事儿先出去一趟，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。哎，你不吃两口？少奶奶，出什么事儿了？不知道啊。少奶奶经常心血来潮，我们都习惯了。